嗨，我是 Summer。来到日本环球影城，最怕的一定是排队地狱，动不动就1-2小时起跳，站到脚酸还玩不到几样设施。今天要带大家来解锁环球影城的3小时 VIP， 如何由专人带路，走秘密通道免排队游玩，体验意想不到的特殊礼遇，还有超可爱必吃的奇诺比奥咖啡店。还会介绍距离乐园最近的饭店，以及环球影城步行街的商店，还有2间不踩雷的餐厅推荐。如果你也想玩得轻松愉快，这支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老实说，我爸妈很不爱排队，可以跑马拉松、爬百岳，但没办法忍受在原地罚站。他们原本的目标是买5小时 VIP 专人导览，结果官网一开卖竟直接秒杀。于是他们立刻改买3小时 VIP， 虽然要跟别人并小团，但价格也相对划算。VIP 票和门票价格是浮动的，这是我们家暑假去玩的价格，详细数字请参考图表。除了日本官网可购买，也可搜寻线上旅游平台，但旅游平台不一定每天都有票。那要如何在日本官网购票呢？首先，将官网切换成日文版界面，付款可使用信用卡，万一刷不过也没关系，改选日本超商付款就可以了。那么 VIP 3小时包含什么呢？我简单归纳6大礼遇，请参考上方图表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这天的行程吧。一早就是倾盆大雨，但前往环球影城的游客依旧络绎不绝，毕竟门票买都买了。远远就能看见超长的排队人龙，于是我们的第一项 VIP 礼遇来了。我们不用在入口外排队淋雨，直接走向入口左边的圆形建筑，这里就是 VIP 的专属入口。只要在导览开始前30分钟完成报到就可以了。在柜台出示订票 QR code， 就能领取今天的 VIP 装备。他们会当场清点 VIP 证、挂绳、雨衣、餐厅9折券，以及导览结束后可使用的快速通关券。确认没问题后，就可以直接入园了。一入园的好莱坞大道上，许多工作人员尽责的举牌，提醒大家请用走的。第一位迎宾角色是啄木鸟伍迪。再往里面走，马上就遇到大家都认识的库洛米，还有 Melody 的背影。我们先前往 VIP 休息室报到，在导览开始前30分钟都可以进来使用。这里提供舒适的休息桌椅，重点还有免费饮料喝到饱，有水、运动饮料、果汁、麦茶、可乐，还有 Costa Coffee。3小时 VIP 行程准时开始，导览人员带我们快速走动。导览只会说日文，但他有随身翻译机，沟通没有问题。第一站，我们来到小小兵乐园。等我们和门框合照完，我想说应该要去玩设施了吧，结果不是。他带我们走到一扇门前，叫我们按电铃听听看。小小兵要来开门了吗？接着直奔电影里格鲁的家，玩小小兵疯狂乘车游。我原本心想，排队人龙那么长，要怎么优先入场？答案揭晓，竟然是从出口走进去。我们瞬间变成下一轮游戏的第1顺位。
完2段前导影片后，就要正式搭车了。穿越半座环球影城，我们来到电影《大白鲨》的青山村玩大白鲨。一样走特殊通道当第1顺位，整趟游船约7分钟，重点全在船长的浮夸演技，气氛紧张但完全不恐怖。结束后到侏罗纪大门前上洗手间，接着要前往这天的重头戏——超级任天堂世界。平常需使用官方 App 抽整理券，但我没有导览人员，可以直接进入，瞬间又觉得赚到了。穿过发光的绿色水管，第一眼就看到碧姬公主。现场的还原度太扯了，完全把超级马里奥搬到现实世界。我们先去玩耀西冒险，正常排队时间要75分钟。这次的特殊通道还能欣赏原本排队动线上的可爱布景。导览人员解说，这个游戏的目标是要搜集3颗蛋。这项设施非常温和，是少数可以边玩边拍的设施。不过为了安全，有规定不能戴帽子。耀西冒险环绕在园区2楼，视野超级好，可以俯瞰蘑菇王国和底下密密麻麻的人群。我们穿梭在马里欧场景里，临场感真的没话说。结束后还意犹未尽。接着进入库巴城堡，挑战最热门的马里奥赛车库巴的挑战书。正常排队时间要80分钟。再次感谢 VIP， 让我们不用罚站。城堡里的场景很有临场感。巨大的库巴石像，还有奖杯陈列。游戏中会和马里奥组队，好像自己跑进游戏里赛车一样。还要先戴上 AR 头盔，并认真观看说明影片，等一下才不会手忙脚乱。准备出发喽！过程超欢乐。走出库巴城堡，雨镜奇迹4停了，正好我们的3小时 VIP 行程也在这里画下完美句点。导览人员离开前通知我们，这天 No Limit 游行取消了。回顾一下。这3小时，我们总共免排队玩了4项热门设施，好有效率。接下来的时间都是我们自己的，趁着雨停，我们把握机会在这区到处拍照。看到马里奥兄弟本尊了。午餐我们要吃大蘑菇里的奇诺比奥咖啡店。想吃这家一定要注意，必须一早先扫 QR code， 预约指定时段，不能现场排队。排队等待点餐时，可以先线上看菜单。
很快就轮到我们点餐了，每一道都好可爱，要是可以全部来一份就好了。此时 VIP 又派上用场了，这里可以使用餐厅9折券哦。结账后，先拿号码牌领取饮料。等待饮料时，也有可爱的动画看。接着，才由工作人员代为入座。吊灯都是蘑菇头造型耶。天花板有朝下的水管设计，墙上有剧情意味不明的奇诺比奥动画可以看，可以先喝饮料休息一下。这是无敌星柠檬汽水，出餐速度出乎意料的快，而且一次通通上齐。来看看我们点什么。超级蘑菇披萨碗，要先压开面包盖，混着培根蘑菇浓汤一起吃。火之花肉丸意大利面是大颗肉丸搭配番茄红酱。照烧鸡腿无敌新饭，星星造型饭超好拍，鸡腿肉嫩，酱汁下饭。甜点是问号砖块提拉米苏，用饼干包围提拉米苏蛋糕体。餐点的还原度和味道都不错。离开马里奥世界前，不带点战利品走，还真说不过去。纪念品店是最危险的地方，对钱包来说啦。爸爸第一眼就决定要买这只友友。这是靠外盒造型骗钱的饼干。我们家都偏好可爱的随身小物，最大的就是这颗问号抱枕，拉链拉开后翻面，可以变成星星造型，像这样。这些都是我们的马里奥战利品。会发光的无敌星星爆米花桶是能见度最高的纪念品。接下来我们要切换地图，前往哈利波特魔法世界，顺便拿 VIP 送的每人3张快通券，来这里玩热门设施。欢迎来到火米村。一进来就看见霍格华兹特快车，不得不佩服这里的还原度。街道两侧的商店根本就是从电影里搬出来的。仔细看两侧的橱窗，里面藏了许多会动的魔法小巧思。走到园区尽头，那个让我相当着迷的霍格华兹城堡就在眼前啦！我太感动了，不知道等一下能不能进去参观。我们先用掉第1张快通券，玩不恐怖的云霄飞车、鹰马的飞行。排队动线上可以看海格的小屋。靠着快通券，10分钟就上车。终于要进入霍格华兹了，我们将第2张快通券用在哈利波特竞技之旅。使用快通券排了约20分钟，但看到正常排队要2小时，瞬间又觉得超级幸运。前往设施的动线，沿路全是电影场景，墙上的画像会动会说话，还有分类帽哦。もう片方の手にカメラを。たわけたことは。はい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よ、みんな。ハッフルパフ。
哈利波特禁忌之旅绝对是哈利波特迷必玩。设施出口是纪念品店，爸妈一直怂恿我尽量买，难得有那么多周边。但我看来看去都找不到让我一眼爱上的商品，最后竟然空手而归。先不管纪念品了，我们去喝这里必买的奶油啤酒。它是无酒精气泡饮，上面盖着一层绵密的甜奶油。有3种价格，差别只有容器不同，有免洗塑胶杯、塑胶纪念杯和金属杯，杯子可以带回家做纪念。喝之前我充满期待，至于好不好喝呢？看我们精彩的表情就知道。太甜了，但麻雀好像很喜欢，他们在喝其他人洒出来的奶油。青蛙合唱团表演后可以合照。遇到玻璃兽见面会，毛茸茸的样子好可爱。接着来逛逛活米村的商店，几百个魔杖盒堆到天花板，不可能挑不到喜欢的吧？当然，想入学霍格华兹4大学院的长袍也不能少。在哈利波特魔法世界里，购买魔杖的人可以在一些特定地点施展魔法互动。离开哈利波特园区，我们要去用掉最后一张快通券。路过早上玩过的地方，我们先和大白鲨补合照。我们正在考虑要不要挑战侏罗纪世界的飞天翼龙。这是没有座椅的云霄飞车，脸和身体都朝下挂在空中。我在下面越看越害怕，最后决定放弃它。同时，却又被轨道下的烤鸡腿香味吸引，先一人来1只当下午茶。最后一张快通券，我们决定前往好莱坞区使用。沿路一直看到轨道在头顶穿梭，配上超嗨的 BGM， 气氛太好了，当场决定就是它了——好莱坞美梦乘车游。靠着快通券，排15分钟就玩到。每次俯冲下去的离心力，就像在飞一样爽快。后来才听说它比飞天翼龙还刺激，超级推荐。最后来到环球奇境，这里的设施比较适合小朋友。我们正好遇见 Snoopy 在跳舞，看他们这样摇头晃脑，瞬间就被疗愈啦。离开前一定要经过这条散财之路——好莱坞商店街。每间店的主题都不同。虽然小兵很搞笑，但我们家都没有特别喜欢，非常成功的守住钱包。我反而更爱那只毛茸茸的独角兽 Fluffy， 呆萌的眼神超可爱。大街上有宝可梦点心餐车，还有一间超吸睛的马里奥松饼饮料店。逛着逛着，发现最吸引我的还是马里奥周边。你看这支笔，好玩大于好写。走到出口，竟然又巧遇查理布朗和 Snoopy。
最后，当然不能错过旋转大地球，一定要拍张照打卡。总结一下这天的3小时 VIP， 不用排队入园，4项设施专人带领免排队，再使用3张快通券，至少省下6小时，还有各种特殊礼遇，推荐给带着小孩或长辈，或像我爸妈一样只想轻松玩的人，省下排队时间，换取更有品质的回忆。顺便介绍我们的住宿以及园外的环球影城步行街和餐厅。我们入住的日本环球影城园前饭店，走路到环球影城只要1分钟，是距离最近的饭店。1楼有 Lawson 便利商店和餐厅。饭店就位于环球影城步行街，这里也有各种餐厅和商店。把时间倒转回前一天的饭店 check in， 我们预定的房型是3人房 Superior City View Room。入口玄关有吊衣架和行李架。走到左侧是干湿分离的浴室，洗手台在最外侧，备品相当齐全。独立一间的厕所使用免治马桶。淋浴间有1座浴缸。主要空间右手边是电视，左手边有3张单人床。全遮光的窗帘，不用担心一早被太阳公公叫醒。电视下方有小冰箱、保险箱、热水壶、杯子、茶包和咖啡包。窗边有沙发凳和小圆桌，拿来放包包刚刚好。窗外可见其他饭店，下方是环球影城步行街。放完行李来吃晚餐吧。这间位在步行街上的 Wolfgang Park Pizza Bar， 同时也是园前饭店的餐厅之一。这是菜单，这是饮料单。先来盘炸花枝圈开胃，不会像在咬橡皮筋。招牌的鸡肉沙拉，酱汁带点酸甜的亚洲风味。主餐我们点波隆纳肉酱面，虽然是基本款，但面条吸满酱汁。还有重头戏渔夫海鲜披萨，饼皮有烤过的炭香味，上面铺满虾仁、花枝和贻贝，鲜味十足。隔天离开环球影城时，我们都不太饿，决定晚餐吃 Shake Shack。这间也在步行街上，进去直接用平板点餐付费。我们点了3份招牌牛肉堡，结账后很快就等到叫号取餐了。松软的面包配上焦香多汁的汉堡排，真是简单又不简单呐！吃饱喝足，当然要逛逛步行街。这里有各种关西和大阪特色的名产点心伴手礼。有好多吉伊卡哇周边。宝可梦系列，马里奥系列，还有松本清药妆店。
而人气最旺的，绝对是这间2层楼高的环球影城礼品屋。如果在园区里没买够，这里还有补货机会。我们有买敲砖生方块，我最喜欢布了。马里奥的衣服，大白鲨发箍，这里也有霍格华兹学院长袍，实用的围巾，玻璃兽好可爱。其实我更喜欢黑美，这是戒指哦。来上2楼看看，2楼很多小小兵和 Snoopy， 鲨鱼和恐龙零食，哈利波特造型杯。这里也有卖魔杖，但款式比较少。这是我的第2座环球影城，原本以为会有重复感，没想到日本环球影城还是让我再一次被震撼。不过我们的冒险还没结束，接下来我们将从欢乐的魔法世界切换到大自然的魔幻国度，敬请期待全新系列，那就下一站见喽！谢谢收看，喜欢的话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！